今天啊，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台湾的话题啊。话说啊，我在离开台湾前的一个晚上啊，我参加过一个在台北的文化人的聚会。这些文化人呢，也包括做纪录片的，有做音乐的啊，也有一些过去在政府部门里做过文化局长的人啊。当时的背景是我在台湾曾经想采访一些文化界的名人，但非常可惜呢，这些文化界的名人也没采访成功，所以我非常想跟这些文化界的人聚在一起啊，来聊一聊啊。那天聚会的时候是在一个朋友家里面啊，他家里头有很多威士忌的酒啊，台湾的啊，请我们喝酒的同时呢，我们一开始聊台湾的文化现象。聊着聊着的时候呢，其中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讲，他说：“志安，你看过最近大陆出的一个电视剧叫《繁花》吗？”我说我没看过，因为电视剧啊太费时间了，一部电视剧10-20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他说真的挺好看的，建议你看一下啊。结果就着这个话题往下聊的时候呢，我就请问这么一个问题，我说啊，你看啊，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按道理来讲啊，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创作方面的禁忌。大陆呢是一个言论高度控制的社会，实际上所有的文化创作者都顶着巨大的审查压力啊，一旦要是触碰了这条红线，可能就万劫不复了。这个事实呢大家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就是这么一个巨大的制度差异之下，大陆的电视剧市场啊，也包括文化创作市场，还时不时的能够出一些好作品？可是台湾呢，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啊，但是已经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看过那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或者说在华人社会中间具有影响力的作品了呢？这个问题一提出来之后啊，大家就七嘴八舌的，你一言我一语的在讨论。最后呢，他们跟我讲，他说大概是2点。说第一点呢，台湾的现在这个文化创作市场啊，不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控制，是有的。你就比如说金马奖，他说金马奖啊，评选的过程中间，那虽然说是号称向全球华人开放，但是呢，民进党政府实际上对他有控制。比如说，他就告诉已经评完的评委说，不能让这个奖让中国人得。那当时评委就不愿意了。那评委说，我既然开放向到全体的华人市场，那开放完了之后，评选出来的结果你又说不可以，那这个肯定是不行嘛。所以后来为什么李安说我们评选的过程中间要按摄像头，其实就是反对这种控制。你如果要是不开放，你就说不开放，开放之后你要尊重这个评选结果。所以说他说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是存在的，这第一点。那第二点，他说台湾这些年呢，创作市场啊被补贴搞坏了，就是各种各样的补贴，最后导致这些创作者啊，他们不是为了市场而创作，而是为了获得补贴而创作，结果导致啊这些文化创作者们渐渐的就失去了市场的敏锐性，他们不需要为市场活着，只需要为补贴活着就行了。其实这挺可悲的啊。但是呢，我总觉得啊，那天那个谈话意犹未尽。为什么呢？我再提另外一个问题啊，就为什么台湾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但是台湾的媒体，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台湾的媒体就没有生长出来类似于 CNN、华尔街这样的媒体集团。但相反，这些年来台湾的媒体市场是大幅度的衰落的，衰落的非常非常厉害。也就是说，现在国际主流媒体根本没有人会把台湾的媒体当作是一个严肃报道。就像我在贺龙夜夜秀里头讲的是，大陆的人现在看台湾的媒体就跟看娱乐节目一样，事实上台湾人现在看台湾的这些媒体也是跟看娱乐节目一样。但他们反之而对照啊，大陆这个社会它是一个言论高度控制的社会，包括它的媒体啊，基本也是一个完全高压的社会。但是为什么在大陆的媒体市场中间，时不时也能出一些那种比较深入的调查性报道呢？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就是非常难以解释的这种反差？就是明明大陆是一个极其严格控制的市场，而台湾呢是一个完全没有一个法律控制的这么一个言论开放的市场，但是无论是媒体还是一个文化创作市场，都呈现出来了一个跟这种制度不相匹配的结果。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是一个文化创作也好，都表现出来的甚至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就包括我这次为什么被民进党政府封杀啊，其实跟我今天所要说的答案都是有关的。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台湾社会啊，现在实际上有一种非常浓重的
孤岛情节、孤岛意识。所谓孤岛情节、孤岛意识这个呢，就是指台湾这个社会现在它其实已经很难有兴趣，或者说很难有能力获取外面的信息了。你就比如说台湾这些媒体人吧，在我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很多人他们就在那个电视节目上就说我是特务说我是大外宣其实只要是看过我 YouTube 的节目正常人不会产生这样的结论。但是那些名嘴们实际上根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到 YouTube 上看我的节目，因为他们要一天赶好几个场子，赶每一个场子的过程中只在手机上浏览3分钟，然后呢就开始发言了，就开始评论了。那可不是综艺节目吗？那可不是娱乐节目吗？我3个月之前在台湾上那个宁官什么向前看那个节目我为什么当时收了那个通告费？实际上我不是想收，我是想看看台湾的这个通告费到底多少钱。后来我知道了，就我做了2期节目，通告费大概3000多块钱，3000多台币折成人民币的话，好像还2期节目不到1000块钱人民币。所以你知道台湾那些名嘴们，他们现在上电视台做节目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体力活，他们一天可能要跑5场，要跑8场，因为这个报酬实在太低了。那就导致了他们整个台湾的媒体市场是完完全全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所以台湾现在的媒体没有人关心3天之前的事情，也没有人关心3天之后的事情，只关心最近3天的事情。所以就那么几十个名嘴养活了台湾的各个电视台，而这些所谓的名嘴是没有任何信息核实的，他们成了台湾现在当今社会中间劣质的媒体名片，其实蛮可悲的。这就是我说的孤岛意识之一没有能力，没有兴趣获得外面的信息了。其实文化创作也是一样的，文化创作这个过程中间最重要的一点，你就必须拥有一个比较开阔的视野。你比较的是谁？你从哪可以获得营养？我记得台湾这个我去采访的时候，有人曾经说过，说台湾虽然摆脱了一个中国，摆脱了所谓的中华意识，但是它获得了一个世界，它拥有了更大的舞台。这句话说起来真的非常好，因为过去台湾在寄生在一个中华的下面的时候，一个中国下面的时候，给人感觉仿佛是亚细亚的孤儿。但是现实中台湾真的有走出中华、走出中国，变成整个世界一部分吗？并没有它的信息高度封闭，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信息高度封闭的孤岛，最终导致了台湾现在虽然拥有言论自由，它却没有变成文化和媒体创作方面的优势，相反却变成了一个每天自我在信息循环过程中间抱团取暖的一个同温层，一个信息茧房。我这次去台湾的时候我还跟台湾的一个记者聊过，因为他曾经在中国大陆驻站，他就给我讲这样的一个细节他说现在在大陆驻站的台湾记者第一只关心台湾本岛的新闻，也就是大陆中间跟台湾本岛之间有关的新闻，比如说国台办的新闻发布会，比如说台商在大陆发生了什么，除此之外所有的新闻就不再关心了。大陆社会中间如果要是有一些其他的社会事件，他们一律不报道，这是之一。他说当然这个也是有个客观因素，就是他说因为出差要花钱嘛，而现在所谓的台湾媒体都没什么钱嘛，所以台湾这边的媒体也不会支持自己的驻大陆的记者去报道台湾大陆社会的社会新闻。第二，他说渐渐的这些台湾驻大陆的记者也习惯了到大陆某个地方去采访跟台湾有关的新闻，会跟当地的台办知会，台办会给他安排好，所谓安排好其实食宿都给他安排好，就是这么简单。那么这些台湾的媒体也渐渐的就习惯了像大陆的媒体一样接受当地台办的这种安排。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特别痛心，为什么呢？因为媒体一旦是失去了独立性，那你怎么可能保证你还有所谓独立的报道价值呢？就像这次那些法轮功的观选团一样嘛，如果你接受了那种所谓的招待，你还可能做客观报道吗？但是我没想到的是，现在台湾驻大陆的记者也变成如此了。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就台湾现在的所谓的媒体，即便身在大陆，对大陆所发生的所有的社会新闻也不再感兴趣了。这不就是所谓的孤岛意识吗？
另外还有一点，我在跟台湾的媒体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会发现，其实台湾的媒体人呢，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就是认为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而我呢是一个所谓来自于专制独裁的社会，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他们可能啊，这个所谓的能力啊，各个方面呢一定比我强。我时不时能够感受到这种所谓的优越感啊。但是我同样想说的是，其实虽然大陆的媒体经受了很大的高压，但是在它有限开放的时代，它的确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媒体人。可是相反，台湾的媒体人有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吗？没有啊。你可以说台湾哪一位媒体人在国际上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至少我是没有感受到一位。所以在我看来，这个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这个所谓的孤岛意识的体现。其实我们看看历史啊，类似的孤岛意识啊，在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比如说日本占领上海时期的租界，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租界是一个相对来讲的一个孤岛，因为孤岛之外就是日本的占领区。当时在这个孤岛中间呢的很多人呢是夜夜笙箫，外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就是日本人占领的，很多人也逃不走，也没有地方可去。但是呢，他们不再想外面的世界了，就每天醉生梦死在那租界里面。你比如说北平在解放之前被中共的大军团团围住，但是后世的史料显示啊，就当时北京的那些文化人，也包括一些所谓的中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名流吧，他们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于是呢做什么呢？就不去想这件事情了，同样也是天天夜夜笙箫，醉生梦死。这就是我说的孤岛意识。我说这话可能很多台湾的朋友听起来会不开心不高兴啊，但是我今天真的要把它讲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对台湾是非常非常有害的。这种所谓的孤岛意识啊，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这个原因。首先是中共啊这些年对台湾不遗余力的打击，这一点我们都承认，因为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已经就剩那么几个了嘛，国际社会上忌惮中共的这个力量啊，也不太敢跟台湾发生官方关系，所以台湾要想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走出去，就变得非常之困难。你别看文化交流啊，你别看其他方面的交流啊，在你没有一个堂堂正正的国际地位的情况下，你很多时候就是很难做得到。这个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孤岛意识，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呢，客观的来讲，中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对于台湾来说，它太大了，960万平方公里，台湾只有3万平方公里，而台湾又搬不走。那么中共现在的力量呢，给人感觉又一天一天在强大。那么这个巨大的现实威胁啊的情况下，台湾人怎么办呢？所以很多台湾的人就会自发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了一种自我的主体意识的这么认同。实际上民进党这些年走的也是这么一条路，因为他们认为你如果像国民党那样一样讲一个中国的话，因为台湾太小，大陆太大，你注定会被吃掉。这是一个大家都难以回避的现实。所以民进党采取的措施是什么呢？你是说一个中国，我也承认，但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我们不是中国啊，我们不是中华民国，我们是台湾。所以中共你知道了吧？我知道你是中国的合法代表，我也不挑战你，但是你只要不打我就行了，我们就是台湾。所以其实民进党政府对中共是非常害怕的，你别看他天天说他守护台湾，其实他们非常害怕中共。但是他们害怕中共的方式是通过台湾主体性的论述，切割台湾现代社会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甚至跟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以为这样呢就可以获得安全感了。但在我看来啊，这是形成孤岛意识过程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还记得我在台湾采访的过程中，我在民进党的支持者的场子里头采访到了那个年轻的女性那个年轻女性说的那段话，当时在网上激起了巨大的争议。那其实也有人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台湾人也可以不冲突，就既可以是台湾人，也可以是个中国人。我不能接受。为什么呢？也应该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既是美国人又是英国人吧？那你可以既是台北人又是台湾人吗？
我本来就是台湾人。对，也是台北人。比如说，台北不是一个国家，台北是台湾的国家。那苗栗不是差点都独立了吗？苗栗的独立也是我们台湾人专属的政治笑话哦，是不是啊？只有台湾人才会懂的，就像只有台北市人才会懂，内湖也是一个国家。是吗？对，天母也是哦，天母也是一个国家哦，对，是的。那你为什么就是说我感觉到就是对中国人有这么强的排斥心理？其实我没有对中国有排斥性哦，但是事实上，中国从6·4之后，以及6·4革命之6·4天安门以及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的文化阶层已经被清洗了，再加上习近平等等的所有的政策，以及抖音的所有的政策，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被洗脑到非常正统了。这是党国教育，我从小以及我的家人也是受党国教育长大的。中共跟中国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共业。中国人就等于中共，没有办法分开的。他们如果所有的中国人都等于中共，如果中国人要有民主化的思想，不知道要再等几年，请他们自己觉醒吧，不要拖垮我们台湾。但是其实很多大陆的人也不一定非常喜欢中共的统治。我不 care， 你不在乎，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要怎么 run， 他们要怎么 run， 那是他们的事情，那是他国事务，我只关心台湾本国事务。谢谢你的采访。其实这种心态代表了现在台湾社会中间很多民进党支持者的普遍认识，他们认为其实这个台湾跟中国就是没有关系，你中国到底想做什么跟我也没有关系。比如说你们中国你们有搞独裁我也不管，你们搞不搞民主跟我也没有关系，你只要不来打我就行了。甚至有些人认为中华民国早就完蛋了，只有金门那个地方才是中华民国。如果中共你们要是想统一中国的话，你们就把金门拿走好了，我们台湾你只要让我们台湾自己在这过日子就可以了。但是我想问的是，中共会只拿走金门吗？不会吧。他如果要是针对台湾动武的话，他会把整个台湾都拿走，不会只拿走金门的。这是台湾今天当今面对的实实在在现实的威胁。所以我在说，就拿我这次去台湾被民进党政府处理这件事情，在我看来，这都是所谓的孤岛意识的结果。我的那些话，说句心里话，如果是一个美国人说的，无伤大雅。但是因为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护照所有者，我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上讲这段话，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就难以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想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任何关系。这个时候，哪怕是一个流亡记者，他在台湾的电视节目上说这段话，他也觉得这件事情不能接受。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就认为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你不要跟我发生任何关系。我其实对台湾社会的批评，在民进党政府来看，就已经构成了中国跟台湾之间的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他是完全不喜欢看到的，甚至说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才有了这个所谓的雷霆一般的处罚，原因就在于此。说了这么多啊，我想说的是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单纯的批评台湾社会而是想说的是，就是这种所谓的孤岛意识对台湾社会来讲，不但对它的文化竞争力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害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会把台湾置于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你如果要是没有好电影，没有好的媒体，这个其实大家都能忍受嘛。但是，如果你台湾社会对来自于外界的信息置若罔闻的话，或者说你完全不感兴趣的话，没有吸收能力的话，那最终会导致台湾对整个外界信息的失灵，获取信息的这种失灵，最后你可能会导致对所有的外界事情的误判。是台湾人的同时还是不是中国人呢？不是，台湾人怎么会是中国人？台湾人就完全不是中国人。不是，我们怎么会是中国人？因为我们是400年了呢，我们是400年的，3代1代都在。难怪我们日据时代出生的人真的啦，像日本人啊。你就新加坡，你听说他是中国人吗？你觉得台湾跟新加坡是一样的呢？当然比之前，我们当然了，我们钞票是用什么钱？新台币好不好？不是用什么？钞票上写的中华民国。对啊，在台湾啊，台湾银行出的啊。台湾银行啊。
有中国吗？没有啊，台湾银行。台湾银行。对啊，台湾银行，过去叫中国银行。我跟你看简单，就是一直台湾银行啦，没有。台湾银行哪里有中华民国？是吧？现在没有。什么以前也是这样啊，也是台湾啊。从以前到现在都是台湾银行，哪有中国银行？我们有写中华民国。新台币呀，叫新台币呀。这个有台湾银行啊，有是吧？对啊，都是台湾银行。都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呐，台湾银行啊，没有中华民国银行啊，台湾银行啊，中央银行。对啊，台湾的中央银行啊。台湾的好不好？就是台湾。这个都是中央银行吗？中央的台湾呢？这里没有写台湾银行吗？你看我们的护照，你好用还是中国的好用？那当然也台湾的好用了。当然的，那你对啊。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们可以把我误判为一个所谓的特务、一个间谍、一个大外宣，这个其实对台湾社会没有太大的危险啊。但是这种意识存在，这种能力的下降，最终可能会导致在更重要的问题上，它同样会存在着巨大的误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的是这种孤岛意识可能最终也会导致着它失去大陆这方面的这种普通民众对台湾社会的同情心。我一直在讲台湾社会的真正的安全感来源于14亿人对台湾社会的理解、支持。也就是说，台湾做好自己，台湾把自己做成华人之光。台湾很多人说我们不是华人之光，我们没有责任做华人之光，我们没有义务做华人之光，没错。但是你可能要记住的是，你的生存之道就是华人之光。如果你第一不想做华人，第二不想做之光，那你就把自己置身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为什么？我在台湾社会接受采访的时候，反反复复讲，我们做一个假设，假如说今天的台湾社会是大陆，也就是说你们搞的是中共是一个这个孤立于台湾社会中的一个中共的独立政权，一个独裁政权，而大陆呢是一个民主社会。那么在这个时候，大陆如果想统一台湾，国际社会会支持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比如说今天北朝鲜和南朝鲜，如果他们打起来，国际社会会支持谁？毫无疑问，那么国际社会一定会支持那个大陆去统一今天的台湾。那我说这句话什么意思？那就是今天台湾之所以能够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尤其是道义上的支持，是因为台湾坚守了自己的民主和自由。这种民主和自由的制度呢，获得了国际上的道义上的同情心，所以他们不希望台湾被大陆武力统一。这是台湾真正的护国神山。假如说台湾放弃了这一点，把自己变成一个信息茧房，变成一个孤岛，变成一个排斥外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所谓封闭的社会，那么台湾真正在国际上得以获得同情的那样的一种所谓的制度就不存在了。就好比我今天在台湾社会所经历的这个所谓的被处罚，有多少中国大陆的人看到之后会对台湾的社会丧失信心。他们过去都说，哎呀，我们觉得台湾社会真的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那样的一个民主的、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选举制度，我们也想有。但是回过头来看到一个记者到那儿去做报道的时候，他们就会以雷霆之势把它封杀掉。于是很多人说，所谓台湾的制度也不过尔尔。甚至有些台湾的网民在网上都说，既然绿共也是共产党，那个所谓的大陆也是共产党，那还不如就统一算了。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件事情的真实影响这就是孤岛意识对台湾社会真实的伤害第三个方面，我当时在台湾接受范奇飞采访的时候我说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没出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面对自己的选民不敢讲真话，面对今天台湾的真实困境不敢告诉真实的情况给自己的选民。为什么？他们就是一个孤岛意识的政治领袖，他们没有大格局，他们知道中共的威胁无时不在，他也知道今天的台湾实际上没有办法独立，但是他们没有勇气给自己的选民告诉他们真实的情况，相反呢，用一些含糊其辞的话来欺骗自己的选民。所以我觉得
今天台湾的那些政治人物啊，也本身都是孤岛意识的产物。你就比如说，台湾现在很多政治人物都不接受9·2共识，但是不接受9·2共识，你面对中共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你总要提出一个和中共那个面对面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吧，几乎看不到。今天所有台湾的政党领导人都没有面对跟中共谈判和解的这样一个方案。但你想想，不谈判和解的话，真正受威胁的是谁呢？是台湾呢，还是大陆呢？所以这些政党领导人无非就是想用他自己的那个选举，只要能混过这4年，剩下之后面的事情他就不管了。这同样也是一个孤岛意识啊，导致政治人物缺乏格局，然后面对整个台湾今天现实危险的情况下，无力做出真正对台湾有利的政治抉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啊，我是今天做这期节目啊，真的是希望台湾社会能够走出孤岛意识，真正把自己啊变成华人社会之光，真正把自己啊拥抱整个世界啊，把无论是媒体还是自己的文化创作，真正能够体现出来一个言论自由市场中间所表现出来的竞争力。果真如此的话，那么14亿大陆人民才会说，他说你看台湾人现在生活的这么好，我们就暂时维持现状吧，我们不要用武力去统一它吧，这才是台湾社会啊真正它安全感的来源嘛。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中央银行。对啊，台湾的中央银行啊。台湾的好不好？就是台湾。啊，这个都是中央银行。中央的台湾呢？这里没有写台湾银行。啊，你看我们的护照，你好用还是中国的好用？啊，那当然也台湾的好用了。啊，当然的，那你的对啊。对。中国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共业，中国人就等于中共，没有办法分开的。他们如果中国人要有民主化的思想，不知道要再等几年，请他们自己觉醒吧，不要拖垮我们台湾。但是其实很多大陆的人也不一定非常喜欢中共的统治。我不 care。